地牛正在翻身吗？最近全球各地接连发生强烈地震，震撼着人心，也让许多人开始不寒而栗。环顾四周，大地频频抖动，仿佛在向世人传递某种警讯。从亚洲到欧洲，从太平洋火环到大西洋中脊，地壳的异常活动引发了无数猜测。有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更大的灾难正蓄势待发，有人则把目光投向神秘的预言，试图从玄学中寻找答案。尤其当命理师和占星家们异口同声指出台湾可能是下一个出事的热点时，全体华人世界都为之屏息关注。在科学理性与神秘预言交织下，2025年的地球究竟怎么了？本影片将带您深入探讨近期全球地震频传的现象，解析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时结合历史事件与各种预言传说，抽丝剥茧出一个悬疑而发人深省的故事。请坐稳了，我们的惊险旅程即将开始。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地球仿佛进入了强震活跃期，短短10余天内发生多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让科学家与民众皆感到震惊。首先是3月28日发生在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附近的强烈地震。当天下午，缅甸瓦城地区的大地猛烈晃动起来，发生规模 7.7 的浅层强震，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这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报道，缅甸全境和邻近的泰国共有超过1700人丧生，3000多人受伤，更有数百人失踪。泰国首都曼谷高楼摇晃，一栋在建摩天大楼甚至如同罗叠的班戟般瞬间垮塌，现场尘土飞扬，悲鸣四起。这起灾难无疑为2025年的地球投下了第一颗震撼弹。然而，缅甸强震只是开始，在它发生后不到48小时，太平洋南端也传出巨响。3月30日，南太平洋的东加群岛附近发生规模 7.0 的强震，引发周边海域巨浪翻涌。所幸这起地震因震央远离陆地，并未造成严重灾情。几乎同一时间，大西洋中央的洋底板块边界也不安分。3月28日当天，在大西洋中洋脊接连测得规模 6.1 与 6.6 的地震，虽然发生位置远在海底深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科学家们对如此短时间内全球多处板块出现剧烈活动感到难以置信。事实上，从3月21日起至月底不到10天的时间内，全球已经发生了10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其中包括上述2起7级强震。地壳躁动的频率之高，令人不禁怀疑地球是否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震动期。不仅远方的强震频仍，就连台湾周边也感受到了地球的不安。3月下旬以来，在台湾东部外海和日本南部海域亦有中强地震发生，虽未酿成灾祸，但仍让人心有余悸。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欧洲，地震异象同样在上演。著名旅游胜地希腊圣托里尼岛自1月下旬以来经历了一连串地震群发现象，短短几周内，当地记录了上千次大小震动，最大的一次达到规模 5.2。 这座浪漫爱琴海火山岛竟因频繁的摇晃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居民和观光客人心惶惶，担心沉睡多年的火山会否苏醒。科学家虽然研判此次震群与火山活动无直接关联，但也不敢大意，正密切监测着地底动态。纵观这段期间的种种现象，我们仿佛看到地球表面的板块在集体发出呻吟。从亚洲内陆到环太平洋，再到远洋海底与欧洲火山岛，短时间内接连有地壳剧烈运动的报告。这种全球性的地震活跃情形实属罕见。一般而言，全世界每月平均约发生6至8次规模6以上地震，而现在不到2周就出现了10次之多。如此反常的情况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是否更大的地质灾变正在酝酿？当地球频频震动之际，许多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那些早已存在的预言与玄学警示。巧合的是，就在这段时间里，一些预言家与命理师的论调突然引发热议，因为他们早先的惊人预言似乎一一应验，更将下一个警告目标对准了台湾。首先，让我们回顾一则来自台湾本土的命理预警。台湾易经命理师高辅进
早在去年年底就针对国际局势做出推演。他在2024年12月一次占卜后警告要小心，2025年3月前后国际间将有大事发生。当时他进一步指出，预感此事可能是世纪灾难级的大灾害，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火山爆发或大地震，因为除了自身破坏力惊人之外，这类灾害还可能引发海啸，甚至像2022年东加火山喷发那样造成地形。果不其然，进入3月后，全球便接连出现强震，先是太平洋板块边缘的缅甸发生大地震，隔日南太平洋也地动山摇，这让不少人惊呼高辅晋一语成谶。然而更令台湾人关注的是，高辅晋在那次预言中点名台湾，表示台湾和邻近的中国大陆可能会面临某种重大变局。他提醒说，两岸要注意有高层人士下台、领导权动荡的情况出现。除此之外，还要提防重大意外事故，例如大范围停电、交通灾难，甚至枪击事件等，或元素相关的灾劫。虽然这些预言着重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但也让人联想，既然他成功预警了世纪级地震灾难的来临，他对台湾的警告会不会也别有深意？除了华人世界的命理师，国际上关于2025年的种种预言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来自日本的一则梦境预知。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在1999年出版的图文书《我所看见的未来》中，记录了他所梦见的多个未来灾难场景。这本漫画里，过去已有多项预言被指应验，例如他曾准确梦到2011年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的日期。更骇人的是，龙树亮在书中透露，他梦到2025年7月5日清晨将发生一场比311更可怕的超级灾难。在那场梦里，太平洋西岸的海面持续冒出气泡，随后2条巨大的龙从海中升起，缓缓盘旋。紧接着，大地剧烈震动，一场巨大地震引发高达40米的超级海啸，铺天盖地地袭向日本沿岸及整个亚太地区。梦境中的龙树亮目睹海啸过后，一块新生的陆地方舟一般从海底隆起，连接了日本、台湾、菲律宾与香港的土地。这仿佛象征着板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动，整个东亚地图因此改写。龙树亮的这段预知梦在日本和台湾媒体引起巨大回响，许多人议论纷纷，难道今夏真会有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降临？尤其台湾正位处他预言中出现新陆块的区域之一，岂能幸免？有末日论者甚至解读，龙树亮梦中的自己葬礼也出现在同一时间，暗示他本人将命丧那场灾难，足见灾情之惨烈。然而理性派则对此持保留态度。地震专家指出，这样的剧本几乎是不可能在现实中上演的，除非发生规模9以上甚至接近10的超巨大地震，才可能造成梦中描述的陆地隆起连接。即便如此，地质变动也难以如预言般极端。因此，龙树亮的预言更多被视为一种对人类骄傲的警示，提醒我们对大自然始终要心存敬畏，莫因侥幸而掉以轻心。除了东方的预知梦，在西方的神秘传说中，2025年同样被视为多事之秋。已故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据说曾留下对2025年的预言，提及世界将爆发更严重的冲突，甚至毁灭性的灾祸。16世纪的占星师诺查丹马斯也有诗句被解读为暗示，2025年前后，欧洲可能陷入战乱和瘟疫肆虐，让世界局势极度不安宁。这些跨文化的预言共同编织出一幅末世景象，使得今年的人们格外神经紧绷。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预言中，台湾屡屡被点名为风暴中的关键角色。除了高辅晋强调台湾需注意大事变动，龙树亮预知梦隐约牵涉台湾，民间也流传着其他与台湾有关的玄奇论调。有人引用中国传统风水的说法，指2025年流年的五黄廉贞星飞临东北方，而从地理方位上看，东北方对应的恰是东亚地区，包括中国东北、日本以及台湾在内的广袤区域。因此，这一年东亚可能多灾多难，需要特别小心天灾人祸的降临。
虽然这类说法没有科学根据，但当地震频繁发生时，不免令人将两者联想起来。另外，来自印度的年轻占星神童也曾警告过，2024年底到2025年初，世界将面临动荡。他此前以预言疫情爆发而声名大噪，这次他提醒全球要防范极端的天灾，例如强震、火山或气候异变。在缅甸大地震后，不少人回想起他的警示，惊觉这场灾难似乎再次印证了占星预言的威力。综合各种玄学与预言的讯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近期的种种预示都将矛头指向亚太，特别是台湾所在的地带。尽管这些预言的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基于占星推算，有的是源自灵梦体验，也有的是传统风水或易经演绎，但它们在时空上竟然与现实不谋而合。先有命理师预警3月灾厄应验于缅甸强震，后有预言家指涉台湾未来恐有变局，这让喜爱阴谋论的人大呼过瘾，仿佛一切早有天意注定。然而，究竟台湾真的会在近期遭逢巨大灾难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科学与历史的角度，深入了解台湾本身的地质条件与地震风险。抛开预言的迷雾，我们首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地震发生的科学原理。地震其实是地球内部力量在地壳中的一次突然释放。地球表面由数十块大小不一的构造板块拼接组成，它们如同漂浮在软流层上的巨大拼图，不断以极缓慢的速度移动和挤压着。板块与板块交界处，由于碰撞、张裂或错动，常年累积庞大的压力。一旦压力超过岩石所能承受的限度，断层便会瞬间破裂滑动，释放出大量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传播，造成地面的震动。这就像长期弯曲的树枝突然折断，或积蓄已久的弹簧猛然释放一般。因此，绝大多数强烈地震都发生在板块边缘或断层带上。环太平洋地区由于聚集了多条板块边界，地震特别频繁，被称为太平洋火环带。从日本群岛、台湾、菲律宾、印尼到美洲的智利、墨西哥和美国西岸，皆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除了地震频仍之外，这些地区也多火山活动，因而得名火环。相较之下，板块内部远离边界的区域则地震较少见。举例而言，大西洋中洋脊虽是板块分离的边界，但远离人烟，即便有地震也难以被人察觉。而像巴西、非洲中部这些位于板块中央的地方，更是几乎没有强震记录。台湾正好位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并且是其中相当特殊复杂的一段。台湾所处的位置是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的交界地带。具体来说，在台湾东部附近，菲律宾海板块正以每年约8至9公分的速度向西北推进，挤压欧亚板块的边缘。这种长期的板块挤压造成了台湾中部脊梁山脉的隆起，也让台湾成为一座地震频繁的小岛。台湾东部海域存在着隐没带，菲律宾海板块沿着琉球海沟俯冲到欧亚板块之下，同时在台湾南部又与欧亚板块的伸出部分相互挤压错动。这种双重作用使得台湾附近的地壳相当破碎，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断层。正因如此，台湾的地震活动频率和强度都很高，全台已被确认的活动断层有数十条之多，其中不乏威力惊人的大震源。例如造成1999年921大地震的车龙埔断层，平时潜伏无声，一旦爆发便撕裂大地数十公里，释放出相当于数十颗原子弹的能量。而像花莲附近的地震带、台东的卑南断层、台北盆地周缘的深层逆断层等等，也都是地震专家密切关注的对象。从地质结构上看，台湾每隔几十年就可能累积足够能量引发强震，因此虽然人们或许习以为常于日常的小震，但这并不代表务需担心大震的来临。相反，正是因为小震不断，才提醒我们地壳应力正在释放、调整。一旦条件成熟，一场破坏性的地震就可能突然降临。除了板块构造，震源深度也是决定地震影响的重要因素。浅层地震更容易造成地表强烈震动，
例如缅甸这次深度10公里的浅源强震破坏力极大。台湾多数大地震也属于浅层，如921地震的震源深度仅8公里，因而对地表造成严重破坏。深源地震虽然能量同样强，但因震波传播路径长，抵达地面时威力已衰减不少，影响相对局限。例如2022年，台湾东部外海发生过一系列深度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台北等地有明显晃动却未致灾，便是这个道理。综合而言，台湾位处板块碰撞，带且断层密布，又以浅源强震为主，高地震风险的区域。从科学角度看，未来在台湾再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并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正因为无法避免，我们更需了解历史上台湾曾经遭遇过哪些大地震，以及从中得到哪些教训与启示。历史常常给予未来镜鉴。回顾台湾过去100多年，有几场重大地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最为人熟知的当属1999年的921大地震。那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台湾中部忽然地动山摇，短短数十秒内，整个岛屿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猛烈的一次震撼。震央在南投县级集震，规模达 7.3， 释放能量之大可想而知。车龙埔断层从地下撕裂大地，在地表形成长达80多公里的隆起带，最大位移将近10公尺，村庄道路被硬生生错开，高低落差触目惊心。921地震造成超4，过2400人罹难，将近1万人受伤，40万人无家可归。台湾中部的山河面貌因此改变，山崩地裂之景成为永志不忘的伤痕。921大地震之前，台湾其实已将近1甲子未发生过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上一次同等级别的浩劫可以追溯到1935年，发生在新竹台中交界的关刀山地震，当时造成约3000余人死亡，是台湾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之后台湾还经历了几场重大地震。1951年，花莲县接连发生数次7级强震。1964年白河地震导致100余人罹难。1999年的集集地震则是震惊现代社会的巨灾。这些事件显示出台湾的大地震周期约略在数十年之间，不论人们是否做好准备，地底的能量终将找寻出口。回到现今，距离1999年已20余年，台湾在这段期间并非风平浪静，规模6级上下且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依然偶有发生。例如2016年高雄美浓地震造成台南市区大楼倒塌，115人丧生。2018年花莲地震导致市区多栋建筑倾斜倒塌，造成17人遇难。最近的2022年9月，台东池上地震虽发生在偏远地区，仍造成部分建物坍毁，数人伤亡。这些教训时时在提醒我们，台湾虽然不大，却处处暗藏着潜在的地壳威胁。更耐人寻味的是，地震的连锁效应似乎贯穿古今，让人不禁联想预言中所谓多米诺骨牌式的灾变。就在1999年，发生于土耳其的致命强震与台湾921地震前后相隔仅1个月，而今年年初，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和台湾南部也出现了相隔2周内相继强震的现象。科学家认为，板块构造就像一个平衡系统，一处发生强震释放能量后，确实可能导致邻近板块应力重新分布，使得另一处地震发生的概率升高。一位地震专家举例说，就像土耳其大震后不久，台湾发生921，这种跨区域的时间接近未必是巧合。当然，目前科学对于精确预测地震时间尚无能为力，这些现象也可能只是统计上的随机巧合。但它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当周围地区地震频发时，我们更应提高警觉，因为下一个倒下的骨牌也许就是我们自己。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每一次大地震后都促使防灾意识和建筑规范的进步。921后，台湾全面检讨了建筑耐震标准，加速危险老旧建物的重建或补强，各级政府也制定了更完善的紧急应变机制与民众教育。然而，时间久了，很多人难免松懈，甚至觉得大灾不会再来。但地质学家警告，
台湾某些断层经过20多年再度进入能量积累饱和期，未来10年内发生强震的几率正在增加中。特别是都会区附近的断层，如台北盆地东缘的深层断层，或是宜兰近海的海沟地震源，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灾情。唯一能做的就是筹谋，减轻可能的损失。当我们把科学事实与神秘预言交织在一起看时，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理性与感性在此刻汇合，皆指向对未知灾难的焦虑。一方面，地震学告诉我们，台湾确实处在地质危险带上，近期全球的地壳异动也可能提高本区发生强震的几率。另一方面，命理从不同角度敲响警钟，无论是易经占卜的警示、梦境预知的惊人画面，还是星象风水的种种暗示，都让大众对未来几分忐忑。然而，我们需要理清的是，预言并非铁律，科学也非全知。预言的价值或许在于提醒与警惕，但不应取代理性的判断与准备。同样的，科学的谨慎态度让我们不至于陷入无谓恐慌，但科学家也承认，目前无法精准预震的时间地点。因此，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在保持警觉的同时，做好万全的准备。不管预言是否会成真，强化建筑结构，准备紧急避难计划，教育民众防灾知识，这些努力永远不会白费。与其沉迷于恐惧，不如化恐惧为力量，增进社会性。对台湾而言，眼下并非末日将临，而是一个呼唤我们居安思危的时刻。那些古老的传说与现代的科学在2025年的交汇，或许只是巧合，也或许蕴含深意。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传达出一个相同的信息：珍惜当下，敬畏自然。大自然的力量远超人类想象。我们虽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决定面对它时的态度。正如玄学中强调的天人合一，我们需与这片土地和谐共处，了解它的脾气，预做防范。也如科学所倡导的谦卑态度，承认我对地球了解有限，时刻准备最坏的打算。当下一次大地震来袭时，无论它是否正应了某位先知的预言，我们所能仰赖的还是彼此的守望相助与事先的防灾部署。愿预言只是虚惊一场，但我们已经汲取了教训；愿灾难终究没有降临，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让我们在科学与理性的指引下，在适度借鉴传统智慧的同时，踏实地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2025年，大地正在低语，我们无需恐惧这低语，但必须聆听其中的讯息。毕竟，真正决定命运的不是预言，也不是偶然，而是我们如何因应挑战，超越恐惧的智慧与勇气。让我们带着敬畏与准备，迎接未知的明天。大地虽会震动，人心可以稳固，灾难或许难免，但我们终将在风暴中站得更坚定。